在过去的几天，中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与洪水的侵袭，灾情密集的爆发，范围横跨西南、华中至华南的地区。一场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不仅摧毁了无数家庭多年积累的财产，更让许多基层的民众生活陷入了绝境。7月3号17时左右，成都市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当时，成都主城区多个区域在将近3个小时内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呢，一些区域1小时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降雨非常强烈，已经接近极端天气水平。从市民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天还没有黑，部分道路上积水已经接近车轮的1半高，有车辆在积水中缓慢行驶，路上还有人划着皮艇在水上行驶。据悉，从6月29号起，成都便陆续遭遇强降雨的侵袭，累计降水量已经远超往年同期的2倍以上。这些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是局地的特大暴雨，直接导致了严重的城市内涝。成都近期多次遭遇强降雨袭击，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车库被水淹没，一些电梯因进水出现故障。有居民调侃，像是在体验水上电梯。其中呢，6月29号降水最为严重，受异常偏强的副热带高压影响，大量湿热气流在四川盆地上空堆积，形成了明显的雨窝子效应。就在当天，郫都市温江区和双流区的小时最大降雨量分别达到了55.3毫米、53.1毫米和50.8毫米。郫都体育中心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达到96.9毫米，部分区域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150毫米。温江光华大道、二环高架、天府大道等多条主要道路出现严重的积水，最深处超过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抛锚。同时呢，成都地铁10号线金花站至华新站区间因为雨水倒灌而限速运行，一些站点被临时关闭。另外，成都所处的地理结构也加剧了这种压力，地势西高东低，降雨过程中上游来水与城区积水形成夹击，再加上城市发展带来的大量的不透水地面，以及老旧排水系统有负荷的极限，面对极端气候几乎是难以招架。最让人揪心的就是，莫过于成都东站的暴雨中几乎瞬间失守，倾泻而下的雨水从屋顶缝隙不断灌入，整个车站宛如变身水帘洞，高铁、地铁、列车被雨水淋得动弹不得，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汤鸡，而出站旅客则艰难前行，仿佛在走一条湿滑狭窄的独木桥，排队队伍绵延不绝，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有网友指出，虽为现代化设计的车站，波浪形玻璃幕墙本身是极具美感，但排水系统一旦被杂物阻塞，再叠加长时间的强降雨，其排水槽和落水口便会迅速饱和，雨水便会从缝隙中不断渗出，场面令人震惊。据报道，成都接下来的几天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尤其是西部的沿山地带，仍可能出现局部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本轮强降雨可能呈现列车效应，即连续性强降雨反复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涝风险依旧是不容忽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成都今天的情况，生活在成都的小伙伴都知道，今天是强降雨、特大暴雨。前2天我发了一个视频，说成都一下雨就容易被小淹一下，我说的此淹非彼淹。你们说上面有都江堰，成都不会被淹，你说的是发特大洪水了，整个城市都被淹了。我说的这种是城市路面小淹，所以说我的评论区啊，这小伙伴一顿对我喷。今天让你们看看成都是啥样子，地下车库也被淹了，小区的门口还有电梯里面都被淹了，这都是真实的情况。所以说不在成都生活，你们不要乱评论。近日，中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叠加水库泄洪，导致大范围洪灾，部分地区灾情严重，城市内涝，村庄被淹，道路中断，人员伤亡情况频传。广西龙陵各族自治县洪灾尤为严重，县城交通瘫痪，农田与房屋遭受重创。据官方报道表示，7月1号早上，当地县城已是一片泽国。龙陵县城7条主要街道被洪水淹没，5处区域内涝严重，房屋车辆泡在水中，部分房屋受损或倒塌，农业损失惨重。我现在正在去往龙陵乡村的路上啊，然后发现这个后边的路边已经塌陷了，
现在已经拉上警戒线了啊！这个河水还是非常湍急的，大伙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出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很多靠河岸的地方都已经塌陷了，这个岸边好多都有很大的裂痕了，前面都已经裂开了。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啊，几天前还矗立着一栋新盖的5层小楼，这一场大雨，这栋楼原地消失，就几秒钟的时间，一瞬间就没了，看得特别的揪心。有视频显示，当时整栋建筑瞬间倾斜崩塌，并且直接坠入湍急的河流之中，场面震撼。所幸事故发生时，屋内没有人，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人员伤亡的，然后应该是自建房吧。龙陵平流屯更是惊现泥石流灾害，房屋像积木一样被冲垮。据悉，龙陵县受灾作物面积达到391.3公顷，大片稻田被洪水吞噬，泥沙沉淀严重，农民一季的心血几乎是毁于一旦。当地村民描述，洪水夹杂泥浆涌入家园，田地被毁，清理工作艰难无比，生活陷入困境。一位受灾村民无奈地表示，房子和田地全被淹了，满地淤泥，未来一片迷雾。另外，云南临沧云县突遭严重洪灾，短时强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多处道路发生泥石流。大林铁路多区间因水灾停运，云县至芒怀公路被淹，多处路段因泥石流阻断，交通造成瘫痪，抢险救灾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云南临沧暴雨的现场画面。7月2号，临沧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局部地区1小时降雨量突破50毫米，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漫堤、城市内涝等多种灾害。据气象部门监测，临湘区和云县多地自凌晨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其中云县爱华镇绿荫塘站1小时降雨量达到42.1毫米，邦东西关站码头则达到35毫米。连续的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大幅上升。受此影响，当地交通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大理至临沧的大林铁路茂兰至云县区段因为山体滑坡中断，铁路部门连夜派出了300多名抢险人员和10余台大型的机械紧急抢修。同时呢，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或调整线路。官方也通过12306平台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全额的退票服务。此外呢，临沧至耿马、沧源等地的多条主要道路因为塌方和泥石流中断，救援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不只是云南，河南汶川县也在6月30号晚至7月1号间经历了强降雨侵袭。6月30号晚间至7月1号，河南汶川县遭遇强降雨，庙子镇多地突发山洪。上沟村民表示，洪水冲走村中2名老人，房屋1楼几乎被全部淹没，供水和供电已经中断。在多方搜救下，其中1位老人已经被找到并送医救治，另外1位则仍处于失联的状态当中。共有193名居民和235名游客被安全转移至安置点。而在贵州崇江县，这场悄无声息的水灾几乎摧毁了全城。昨天收到粉丝投稿才知道，贵州从江也遭遇了特大水灾，整个县城几乎变成一片汪洋。可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却很少，几乎没人知道这里的房子被整栋的冲走，钢架桥被拦腰撕裂。这座小城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洪灾。作为贵州最穷的县城，他们和外界的沟通极为困难。从江拼上全城人的心血，在大山深处打造出一个个景点，好不容易让这座小城有了一点发展。然而一场洪水过去，从江人几十年的努力全部毁去，留给他们的只有遍地的淤泥和废墟。在贵州另一处灾区，有人拍下一栋造价上千万的白房子被洪水掏空地基，灌入淤泥，眼看就要垮塌的画面。看到前方这个白房子了没有？这个房子的造价应该有个千把万，但是没有办法，洪水来了之后，千把万也拦不住这个洪水的。这个房子
不光眼前的这个白房子，包括前方，哎，这还没有说完，这个房子就完了。这个千把万真的打水漂了，真的叫打水漂的千把万。包括前方这个红房子都很危险，它那个下面已经被洪水给掏空了，里面看看，里面都已经进水了，而且这个水里面带着很多淤泥，清理起来说麻烦。长此以往，我估计这种大洪水也会，就算扛得住，也无法支撑，它的经济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伤害。造画面令人触目惊心。以贵州荣城为例，整个区域车辆被洪水冲翻，街道被泥沙淹没，甚至有价值数百上千万的民居被洪水卷走。这里呢，就是受水灾比较严重的地方。你们看，这个车子全部都冲到这上面去了，包括这边车子全部冲翻了，好多全部这一片全部被水覆没。1楼、2楼水已经到了2楼这个位置，所以整个贵州龙县的话，受水灾的一个灾情是特别的严重。在广西荣陵县金钟山乡平流古寨，7月1号的暴雨来的是猝不及防，县城被淹，道路塌方，村庄房屋倒塌成片。在7月1日我们县中突发了这个暴雨，城市被淹，然后乡村多地塌方特别的严重，交通不便，然后房子倒塌的地方呢也是特别的多。这呢也是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这个暴雨。像现在这一片房子现在是不能居住，虽然有一些房子是没有倒塌，但是已经受了影响，住进去呢也是特别的危险，所以只能搬回来到这个古寨老房子。但是老房子呢有一些是危房，也是不能在里面住，所以按这种情况的话，在短的时间他们是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居住的地方。网友表示，对他们农村人来说呢，一座房子是几代人攒下来的血汗，现在毁了，什么都没了。我们靠天吃饭，靠双手养家，如今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回了原形。另一位榕江居民也记录下来了洪水退去后的惨状。榕江的洪水已经退去了，但是现在街上的污泥还在清理当中，特别是一些低洼的地方的话，污泥非常的严重。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些居民被淹到了2楼到3楼，家里面的家具全部都废了，所以说都扔在大街上。然后现在清污泥的这些车、清理垃圾的这些车都一车车在往外面用。然后很多的地下室、地下商场全部被水淹现在这个下面这个水就是从地下室里面抽出来的，并且前面这个地方的话抽水这个地方抽水已经抽了，今天是第3天了，还没有抽完，就整个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全部被水淹。当然泡水车肯定是边缘不了的。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在低洼的地方清淤泥，一个是抽地下室的水，可能这个还要再持续几天吧。然后那些比较低一点的地方的那个沿街的商铺的话，受损非常的严重，几乎是所有的商品都废了。在这场自然灾害当中，最令人心碎的是那些普通辛苦多年、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生活，在顷刻之间被洪水摧毁。我们这家店是全部淹完了的，快到天花板了的。我们店损失起码应该是达到100万以上。那个店生物菜鸟仪8万多一台，我们家3家店都有一台。我们这个厂家了，修不了了，只能买新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家里还有3个小孩要养，还有还车贷几百万的门面，这都是我们办下来的。现在每个月都有30来万的一个贷款，真的就是天要塌了的感觉。我们这人家也是20多年的老店了，真的是辛苦打拼了一切，现在全部啥都没了。另外呢，在海南海口、山东蓬莱、河南开封与洛阳、湖北多地也出现城市内涝。河南西峡县灾情尤为严峻，官方确认已造成3人死亡、5人失联。海口市民反映，当地从上午晴空万里，突变午后暴雨，阳光城区多辆汽车被淹，城市交通受阻。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出现罕见的特大暴雨，降雨量创下纪录。
7月1号，湖北省咸丰县遭遇罕见特大暴雨。6月30号晚间至7月1号凌晨，强降雨导致部分街道严重积水，大量车辆被冲入河道。城区最大降雨量达到264毫米，12小时内总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创下当日的降雨记录。由于地势低洼，城区多处积水深度达到3到4米，多座桥梁受损塌陷，部分区域通信、电力、自来水与天然气供应都中断了，全线公交线路暂停运行，城区学校也已经临时停课。目前呢，咸丰县已经紧急转移超过了1.5万人。虽暂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但财产损失仍在统计当中。有关部门正在全力展开防汛救灾、电力抢修和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有居民表示，许多药材商铺受损严重，正在紧急抢救货物。这场极端天气对咸丰造成了重大影响，大家都希望生活秩序能够尽快恢复。媒体报道表示，桐梓营水电站和龙洞水电站开闸泄洪以后呢，咸丰下游的宣恩县城一度拉响警报，局势紧急。水退以后，城区遍地是淤泥和垃圾，不少车辆被埋入瓦砾堆中。一位居民反映，南门十字街、徐家坝等低洼地带受灾尤为严重，1楼商铺几乎全被淹没。根据目击者称，多辆车被洪水卷走，部分桥梁被冲垮，还有居民因触电而不幸身亡。雨水导致河水暴涨，河岸被不断冲刷，最终造成房屋地基被掏空，引发整栋楼坍塌。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